好空灵的歌声，这样的嗓音是真实存在的吗？为什么他一开口我就想哭啊？苏小姐，你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，现在住院还能维持1年的寿命，如果不治疗，恐怕就只剩1个月的时间了。只有1个月了吗，医生？医生，我不住院了。原创歌手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那是我的梦想，我一定要参加。生命已到尽头，我最后想做的事，就是让世界听到我的声音。天空透露着微光，照亮虚无迷惘，在残垣废墟之中寻找唯一梦想。停！姐姐，这可是原创歌曲大赛，你怎么能抄我的歌呢？人家抄袭呢，怎么是抄的呀？原来是抄别人歌曲，抄袭歌算什么？抄袭？我没有啊。没抄，你的曲和小曼的一模一样，你还敢狡辩？怎么会这样？哥哥，这首歌明明是我自己写的。你骗谁呢？这么优秀的歌曲，你一个从孤儿院出来的混混，怎么可能写得出来？妈妈，我是冤枉的呀！苏韵怎么抄袭她妹妹的作品？太不要脸了！其实我早就观察过苏韵，她压根儿就不会演唱，怎么可能会创作出这么好的歌曲啊？姐姐，你流落在外18年才回到家，我们全家都在尽力的去弥补你。你要是喜欢我的歌，我可以直接送给你啊，但你不能在原创大赛上直接抄袭的呀。我明明没有抄呀！住口！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还敢狡辩！偷袭狗下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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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我滚下去！救我！苏韵，你就安心的去死吧。这聚光灯下的一切，还有苏家的资产和资源，我都会替你好好享受的。怎么回事？不是死了吗？你已绑定唱歌续命系统，在比赛中创作和演唱歌曲，可获得延长寿命奖励。我重生了！只要创作和演唱歌曲，我就能续命。苍天有眼，让我重来一世，还有了唱歌续命的机会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活下去。苏韵，你也要参加比赛？你学过创作吗？赶快回去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！你给我滚下去！这就是我的父亲。上辈子我没有死于绝症，却死在血清的手下。这辈子我绝不能让他们阻碍我比赛。放开我！苏韵，你给我老实点，赶紧听爸的话，退赛滚蛋回家。今天这种大赛，只适合像小曼这种
从小学习音乐，精通各种乐器的天才，哪是你这种酒吧小混混能来的地方？我不是混混，早在酒吧驻唱的时候，我就小有名气。要不是回了苏家，我已经出道了。什么？出道？姐姐，你快别说了，爸和哥对你严厉也是为你好呀，你就别再撒谎惹他们生气了。我撒谎？苏月，你疯了！小曼她可是你妹妹，你怎么能对她动手呢？苏曼，你少在这装模作样。这么碍眼的话，不去马戏团，可惜了。好啊，苏玉，我和你妈还在这儿呢，你就敢这么欺负小曼，可见你平常有多么猖狂霸道啊！你现在立刻给小曼道歉，然后退散，滚蛋回家。休想！苏玉，你最好听你哥的，否则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。不认我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这个比赛我参加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跟你们苏家断绝关系，再无瓜葛。断绝关系？苏月，你最好给我说到做到，等一会儿淘汰后可别跪着求我们让你回家。咱们走着瞧。原创歌手大赛现在开始，有请第一组选手苏韵、苏曼入座。主持人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就苏月这种废物，还妄想成为歌星，简直异想天开！我就等着看他在舞台上是怎么丢人现眼的。哥哥，我觉得今天姐姐很奇怪，虽然姐姐平时不喜欢我，但对爸妈还是挺尊重的，怎么感觉今天浑身带刺一样，连断绝关系这种话都说出来了？依我看，苏韵她就是嫉妒的发狂了。她为了抢风头，竟然都敢说自己要出道。哼，这种人，我什么话不敢说。小曼，别理他，你就好好的安心比赛。我们都相信，这届大赛的冠军非你莫属。我先上台了。去吧。各位观众，本届原创音乐大赛开创了限时创作、即时演唱的全新模式，对选手的能力要求极高。现在请选手开始创作。请。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，这首歌就叫《最初的梦想》吧。我想所有追逐梦想的人都能与我共鸣。恭喜你完成原创歌曲《最初的梦想》，奖励续命10年。上辈子我抢先完成创作进行演唱，可曲目却被苏曼偷走，还被他反咬一口诬陷是我抄袭。这一世我让他先唱，看他还怎么抄我。各位导师，我这首歌曲名字叫《最初的梦想》，是一首以梦想为主题的歌。我相信所有追逐梦想的人都能可以有所共鸣。有请选手苏曼带来她的原创歌曲《最初的梦想》。怎么会这样？这首《最初的梦想》明明是我刚刚才完成的歌曲，苏曼为什么能同步抄走呢？任务失败，续命奖励取消。
家中。宿主请注意，如未能在比赛中完成任务，您将彻底消亡。我一定要活下去。如果叫我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，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？如果梦想不曾最初的梦想，小曼，为了这个梦想，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。小曼实在是太优秀了。如果苏玉那逆女要是能学到小曼半分，我们也不用整天生气了。多么真挚而又生动的词曲啊！苏曼选手的创作天赋简直就是百年难遇啊！这明明是我的作品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这词这曲真是唱到我心里去了。苏玉，就算你有创作天赋又怎么样？你所有的一切都会变成我的。我的歌被苏曼唱了，如果现在我拿出曲谱，上辈子被污蔑抄袭的事，岂不是又会重演？抄袭狗下台！抄袭狗下台！我绝不能让上辈子的事再次发生。姐姐，我已经完成表演了，让我来看看你写的什么类型。姐姐，怎么把曲子撕了？这首歌我不满意，没有必要公开。可是姐姐，规定的创作时间就要到了，你把谱子撕了，还怎么比赛啊？宿主请注意，比赛时间还剩15分钟，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，你将彻底死亡。15分钟，我必须在15分钟内再创作一首歌曲。苏韵选手，如果你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信心的话，可以主动认输。没错，我以乐坛天后的身份担保，苏曼选手刚才所唱的最初的梦想，就是放在整个华赛乐坛都堪称顶尖。你想超越他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不，我撕碎曲谱是因为有了新的灵感，我有把握超过刚才的创作。什么？这么快？怎么？你慌什么？是因为你偷了我的歌，害怕我创作出更厉害的歌曲压你一头吗？姐姐，我哪会呢？我只是在替你开心而已。我要活。苏曼能抄走我一首歌，但抄不走我的创作能力。我一定能创作出更优质的作品。该死，苏韵竟然能创作出更好的歌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被他比下去。这次我不写曲谱，直接在脑海中创作，看苏曼还怎么唱。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。这首歌仍然以梦想为主题，就叫我的梦吧。恭喜你完成原创歌曲《我的梦》，奖励续命10年。各位导师，我刚刚又有了新的灵感，创作了一首新歌。苏曼选手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第2首创作。苏曼选手，我很期待你的作品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谢谢导师，我这首歌还是以梦想为主题，名字叫《我的梦》。为什么？我根本没有写曲谱，他又是怎么抄走的？任务失败，续命奖励取消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苏曼能知道我的想法？苏玉，你再怎么挣扎也是没用的。你的作品越是惊艳，我的星光越是璀璨。一直的往前走，
疯狂的时间，迎着痛，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。想飞就用心的去飞，谁不经历狼狈？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，拥抱遗憾的美。我的梦说别停留，等待，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，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，这么美词，只有小曼写得出来了。是啊，音乐是小曼的梦，都是她的付出，才造成她此刻的辉煌。小曼可真是咱们全家的骄傲啊！好，太感人了。苏曼一定是在黑暗中挣扎过，才能写得出这么深刻的词。接连2首追梦之作，苏曼她是个天才啊！苏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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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曼选手，你的梦想深深地打动了我。我敢说，只要这2首歌一发布，会立刻冲上畅销榜的榜首。没想到比赛刚刚开始，苏曼选手以摧枯拉朽之势终结了比赛。我想其他选手一定很慌张啊。苏曼，我在你的身上不仅看到了夺冠的辉光，更看到了未来天后的影子。谢谢导师。为什么苏曼能偷走我的歌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难道重生一世，我还是逃脱不了死亡的结局吗？请注意，比赛时间还剩最后5分钟，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，你将彻底消亡。姐姐，你不是说有灵感了吗？怎么你的曲谱还是空白的呀？走开，不要跟我说话。姐姐，我是在帮你，毕竟留给你的时间可是不多了。你少在这装模作样的。苏曼，你做了什么？你心里最清楚。什么啊？苏曼好心关心他，这苏韵怎么这种态度啊？这一看就是苏曼表演太过精彩了，她心里难受崩了吧？创作时间还剩下不到5分钟，苏韵选手，你已经来不及创作了，现在可以认输了。导师，比赛时间还没有到，我还没有输。苏韵，苏曼选手刚才2首作品已经打动了现场所有的人，你就算是唱出新歌了，也根本不可能赢。就是，所以你就别赖在舞台上了。人家苏曼都写出2首歌曲了，你1首都没写出来，明摆着就是不会创作，赶紧滚下去。苏韵下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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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韵下台。苏韵，我早就说过你会这么丢人现眼，现在立刻给我滚下去，走！不，被赶下台后，我的任务会彻底失败，我不能放弃，我要活下去。你放开我！苏曼，就算你能够抄袭我的想法，我也能够创造出一种你绝对抄不了、偷不走、你唱不了的歌。各位导师，我已经完成我的作品构思，可以完成演唱。苏韵，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！人家苏曼都创作出2首精品佳作了，你还在垂死挣扎什么呀？就是，反正我的心已经被苏曼彻底征服了。一会儿不管苏韵唱什么，我都不会支持她的。苏韵，让你下台是给你留颜面，你就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，你非要当众出丑丢我们整个苏家的脸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丢你们苏家的脸。
因为我跟你们苏家再无关联。请注意，比赛时间还剩最后4分钟，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，你将彻底消亡。各位导师，按照比赛规定，我有权完成自己的作品演绎。既然你执意要自取其辱，那我便浪费3分钟，听听你到底能唱出什么样的作品。苏韵，我提醒你，但凡你演唱超时1米，我都会立即喊停。苏韵连续创作了2首歌，灵感肯定已经耗尽，现在仓促发挥，歌曲品质绝不可能比得上先前作品。苏韵，你的不放弃只会让你显得更加可笑。接下来我要演唱的歌曲叫做《阿刁》。接下来我要演唱的歌曲叫做《阿刁》。阿刁，这什么奇怪的名字？我不用听就知道，肯定是垃圾。就是，有苏曼的2首追梦之作在前，苏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歌，哪能比得上啊？就是啊。阿刁住在西藏的某个地方，土著一样栖息在山顶上。短短2句歌词，就唱出了一个坚韧的异族少女。哎呀，这苏韵，我好像低估她了。苏韵的歌声竟然这么有故事感，一下子就唱到我心里去了。我们聊着过往，阿刁，明天是否能吃顿饱饭？这苏韵唱的阿刁是谁啊？那么孤独悲凉，又那么神秘美好。阿刁不会被现实磨平棱角。这首歌非常有深度，不仅唱出了人物的精神意志，更是唱出了一个不被世俗所理解的追梦人。没错，苏韵的歌不比苏曼逊色，甚至苏韵的唱功更加的动人心扉啊！甘于平凡却不甘平凡的溃败，你是阿刁，你是自由的鸟。苏韵的声音竟然这么高亢悦耳，我们之前怎么不知道啊？她真的会创作，会唱歌，她真的是我女儿苏韵。这怎么可能啊？甘于平凡却不甘平凡的溃败，你是阿刁。苏韵不是临场发挥吗？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她怎么还能创作出这么精品的歌？不行，我绝不能给她翻身的机会。阿刁，爱情是粒悲伤的种子，你是一棵树，你永远都不会哭。姐姐，这是我以前的作品，你怎么能抄袭我的歌呢？什么？苏韵这首阿刁是抄袭苏曼的作品，真是太不要脸了！宿主，你仅成功演唱出半首作品，
奖励打折，已为你续命1年。虽然只有1年，但总算是续命成功了。这一次，我绝不能再被取消奖励。苏韵小姐，有句话叫“从义先从德”，请你回答我，这首歌是不是你抄袭？导师，我没有抄袭。姐姐啊，我也不想拆穿你，但抄袭是走不长远的，我也不想看着你误入歧途啊。苏曼，你就写这几句歌词，与我刚才唱的大同小异，你就想靠这个来污蔑我抄袭？你就写这几句歌词，与我刚才唱的大同小异，你就想靠这个来污蔑我抄袭？除了歌词，哥哥也可以为我证明，哥哥是亲眼看着我创作。哥哥，你说是不是？哥哥，什么时候会造好呢？他既然这么说，那我之前肯定看到过。我错，小曼在创作出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是亲眼看着的。苏韵，你这个逆女啊！我刚才还在奇怪，你怎么突然就会创作了？弄了半天，你是偷小曼的作品。真是没想到，我们怎么会生出你这样无耻的女儿？苏韵，连你哥哥都给苏曼做成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导师，我有依据可以证明，这首歌不可能是苏曼的作品。苏韵，你要怎么证明？导师，这首歌的歌词写的是从小在藏区长大的我无依无靠，徒手追梦的经历，这些经历都是可以查到的。而你苏曼从小在苏家千娇百宠的长大，跟这首歌的内容毫无关联，你又凭什么说这首歌会是你的呢？这个苏韵以前从来都只会逆来顺受的，现在怎么开始反击了？根据资料来看，苏曼选手从小在贵族学校就读，物质条件充裕，确实跟这首歌的风格相悖。这首歌的歌词的确是跟苏曼不符，难道我们冤枉苏韵了？苏韵，小曼是国际音乐学院的学生，创作出什么类型的歌都不奇怪，反倒是你这个没家教的废物，偷了小曼的歌不说，还居然想颠倒是非是吧？苏峰，显而易见的事情摆在你面前，你却眼盲心瞎，说得出这种话。姐姐啊，哥哥只是不愿你一错再错，你怎么能出口骂人呢？苏曼，你少转移话题，请你证明，用我的人生经历写歌，怎么会是你的呢？用我的人生经历写歌，怎么会是你的呢？哥哥不都为我证明过了吗？这首歌就是在你回家之后，我根据你的人生经历为你创作的歌。这首歌本来就是要送给你，但你也不能不问自取，变成你的原创啊。苏曼，你真是厚颜无耻！厚颜无耻的人明明是你。没错，你妹妹好心为你写歌啊，你竟然还恩将仇报，太恶毒了你！爸妈，我早就说，家里有小曼这一个女儿就够了，当初就不应该把苏韵给认回来。这就是我渴望了18年的家人，因为从未在意过我，所以真相如何，我是否被冤枉，他们根本就不在乎。宿主请注意，新任务已发布，30分钟内演唱原创作品，奖励原创防抄保护。只要苏曼无法抄袭我，我就不会再被逼入绝境。这个任务我一定得完成。各位导师，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这些苏家人跟我毫无关系，他们当然只会支持苏曼。苏韵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爸妈给了你生命，你居然说跟我们苏家毫无关系？你们苏家从小把我给弄丢了，等我成年之后你们才出现，我的成长经历你们都不曾参与过，你们现在为什么要道德绑架，让我对你们感恩戴德？你这个逆女，我们都已经把你给认回来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如果你们认回我只是为了侮辱我、折磨我的话，那我宁可你们从来不曾出现过。
你，各位导师，到底是谁在抄袭？实力才是最好的证明。我申请加赛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认为没有加赛的必要。苏曼已经创作出2首竞品歌曲，从结果来看，他已经赢了。不，这3首作品全都品质非凡，我一定要弄清楚原创作者是谁。这件事我做主，加赛。那就限时30分钟，谁先创作出品质优异的精品歌曲，谁就是这轮比赛的获胜者。谢谢各位导师，我会证明自己。我只要构思出完整的曲子，就有可能被苏曼抄走。我得想个办法，让他听到也抄不走。苏月，你再怎么挣扎也是没用的，你的所有成果都会被我夺走。各位导师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开始演唱。什么？我还没开始创作，苏曼这么快就能演唱了？苏曼选手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我演唱的歌曲是《一路生花》。一路生花，那明明是我之前的作品。海上的晚霞像年少的花，铺在天空，等还有先走它。好优美的音乐啊！苏曼不愧是专业的音乐生。为梦在痛也不会害怕。爸妈，小曼唱的太好了，这首歌必爆！小曼这么努力，我这当爸的也不能小气。等到这个比赛一结束，我马上给她筹备这个全国巡回演唱会。咱们苏氏旗下的品牌女装最近不是在找代言人？依我看呀，直接让小曼代言好了。好主意啊！我要把小曼的形象到时候铺满全国的各大商超。我希望时光的愿望一路升华，梦里灯光放射，之前的樱花如实现，谁的韶华疯狂的热爱下带着温雅。我希望时光的这明明是我的歌，一路升华，我必须要想办法阻止他。岁月在冲刷，泪流沧桑的喧哗，安静的夜晚，你在想谁吗？苏月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是多见不得小曼过的，居然打断他的演唱！他抄袭了我的作品，我凭什么不能打断？你胡说八道！小曼怎么可能抄袭你的作品？如果他没有抄袭我的作品，我为什么能够唱出下一句？这首《一路生花》到底是谁的作品？当然是我的作品。姐姐，你难道忘了吗？这首歌在我生日的时候，我当众演唱过的，哥哥手里还有录像呢。没错，苏月，这回证据确凿，我看你还怎么狡辩！海上的晚霞像年少的花，铺在天空，等还有先走它。这就是苏曼的作品。苏韵竟然污蔑苏曼抄袭，这种人应该全面封杀。对，就是啊，对啊，封杀，就是应该封杀。苏韵，我现在命令你给小曼道歉。所以苏曼，在生日会时是你第一次唱这首歌吗？是。那刚好，
我在创作这首歌时，也录了哼唱音频，这时间线比你生日会要早。我在创作这首歌时，也录了哼唱音频，这时间线比你生日会要早。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升华，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。该死，苏韵创作的时候竟然录音了。比赛前我应该拿走她的手机的。啊，苏韵也有证据？不是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从时间上来看，确实是苏韵更早演唱过这首歌。这么看来，这首歌就是苏韵的作品无疑。苏曼涉嫌抄袭，应该取消比赛资格。取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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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这样的，我确实是在生日会之前就创作了这首歌。是苏韵，她偷看了我的歌，才能录制哼唱视频的。苏曼，在这种确切的证据面前，你这种解释毫无意义。我倒认为苏曼所说的也不无道理。苏韵，你所提供的时间线并不能代表什么。什么？苏曼，既然这首歌有争议，那就换一首就行了。好的，导师。苏韵，没想到吧？我已经签约了国内最大的唱片公司天音娱乐，他们砸下重金准备捧我，比赛前就买通了天后芳姐为我撑腰。这次我无论如何都会压你一头。前方前辈，你这样处理是不是不太合适？有什么不合适？苏韵的歌涉嫌抄袭，我不也让她唱了其他作品了吗？这怎么能一样？我之前遭受是无端的指控，但苏曼这次抄袭，我是拿出确切的证据了呀。苏韵，你是在质疑我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要严格处理的话，第一个被取消比赛资格的就该是你。前锋前辈，你别忘了，前方是这档节目的投资方，我们只是受邀嘉宾。难道我就冷眼旁观，任由真正有才的人被打压不成？但真要闹起来，苏韵更吃亏啊！加赛继续。既然前方打定主意要讨回苏曼，那我接下来演唱的歌曲就让苏曼输个彻底。各位导师，我的作品已经构思完成。苏韵，我对你的下一首歌曲很感兴趣，这次你要唱什么歌？我这首作品刚好与赵坤导师您有关。好，愿闻其详。我记得导师之前在瑞典留过学，我也非常喜欢小语种的音乐，所以接下来这首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首瑞典语歌曲。哼，这种小语种歌曲苏曼根本不可能听得懂，我看他这次怎么碰瓷。瑞典歌曲？你既然创作出了瑞典歌曲，那我无论如何都要好好听一听。真是笑死我了！妈，你听到了吗？苏韵这个女人居然说她会创作什么瑞典语歌曲，我呸！赵坤对小语种歌曲可是颇有研究。苏韵要是想哗众取宠、蒙混过关，哼，那他可就打错主意了。哼哼，这个苏韵可真是不知轻重啊！瑞典歌曲，
大家听都听不懂，怎么评判好坏？反正我是毫不在意，估计苏韵唱完这首歌就该下台了吧。哼，苏韵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啊！苏韵的发音太正宗，太流利了吧！不仅词曲俱佳，且唱功无可挑剔。我相信这首歌就算在异国发行，也绝对是顶尖的存在。啊！太棒了！苏韵，你太棒了！太棒了！太棒了！恭喜你成功演唱原创歌曲《Hold on Me》，即将为你回溯苏曼抄袭真相。苏韵，你到死都不知道，你心中所有关于歌曲的创意，都分毫不差的被我读到呢。这种情况下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哼！原来苏曼真的能偷听到我的心声，难怪我的歌每次都会被抢走。姐姐，这首歌你又要说我这首歌是抄袭你的？在你开口之前，你先把刚刚这首歌唱出。我虽然不会唱这首歌，但并不代表你完全没有抄袭我。苏曼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刚刚说的话有多可笑？你连唱都做不到，又凭什么说这是你的作品？这首歌的词虽然不是我写的，但编曲是我的呀。你明明是偷看了我的编曲，然后加上了自己的词，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作品。偷看编曲，自己做词儿，好你个苏韵！没想到你这么有心机，居然用这种方式偷歌。苏峰，你真是苏曼的好哥哥，他都没着急开口，你就迫不及待地替他做伪证。但这首歌，并不是你信口开河就能帮他抢走的。苏曼，你说这首歌是你写的，那我想请问这首歌融合了几种风格的曲风？好问题，苏曼，如果你连这个问题都回答不上来，那么我基本可以判定你跟这首歌毫无关系。苏曼，这个问题的答案你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。哼，苏韵根本不知道，她脑海中有关歌曲的想法，我都能听到。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我马上就会知道了。又想读我的心声，抄我的答案。苏韵竟然没思考答案，人的思想是不受控的，我就不信我引不出正确答案来。姐姐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显，不是吗？苏曼，这么简单的问题，
你知道答案还不赶紧说出来？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还是听不到心声？姐姐，这么简单的问题，我相信答案我们都很清楚。苏曼，你该不会不知道答案，故意在这儿拖延时间吧？难道我的读心术失灵了？难道我的读心术失灵了？不，这肯定只是个意外。苏曼，请你立即回答，苏韵刚刚演唱的那首歌曲，究竟融合了什么曲风？是摇滚曲风。错，这是北欧民谣摇滚。你连曲风都不知道，还敢说这是你的作品？姐姐，你是故意提前设计好问题了吧？我听过的曲风那么多，自然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，不会特别留意出处。你是不是故意想好这个问题，让我设局跳进去呢？没错，人家小曼的音乐素养在国际音乐学院都是顶尖的水平的存在，别以为抓住人家一点细节就可以夺走她所有成果。苏玉，你回家后小曼对你那么好，结果你处处处心积虑的设计陷害她，你怎么那么阴险呢？苏曼，编曲创作者会忘记曲风的出处，你这种说辞顶多骗得过被你洗脑的苏家人，但你绝对骗不过这些专业的音乐评委。没错，苏曼，你的回答错漏百出，这首瑞典歌曲跟你毫无关系。我完全同意赵坤的看法。谢导师为我证明。苏曼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吗？苏玉，你以为这样就能翻身了吗？你做梦！我背后可是天音娱乐，芳姐无论如何都会支持我的。芳姐，天娱乐那边说让您出手。我倒是认为赵坤和吴杰的看法有些偏颇。谁说必须要了解音乐背景才能编曲？前方前辈，怎么可能有音乐人作曲的手？连最基础的编曲都不知道？我就不会细究那些东西。我前方作曲不拘一格，全凭理。可是这种异国歌曲，如果没有深入的研究，根本就写不出来。要论对异国曲风的了解，苏曼是国际音乐学院的学生，当然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这首歌我无法判定是苏韵，不能信。前方前辈，您不觉得您这样妄下评判太过草率了吗？草率？赵坤，你是在质疑我的作曲能力，还是在质疑我的判断能力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最好，苏韵，那你也换一首。这场比赛，评委都能无视证据，颠倒黑白了。我换歌又有什么用？宿主请注意，新任务已颁发，30分钟内演唱原创作品，可获得失而复得机缘奖励。失而复得，我失去的东西很多，有年少情谊，有健康身体，有我的作品，我不能放弃，我要完成任务，把他们夺回来。各位导师，我已经完成了我下一首的作品创作。苏韵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接下来我要演唱的这首曲目叫做《乌兰巴托的夜》。乌兰巴托的夜，那不是苏韵作曲本上的歌吗？哼，苏韵，你这是自寻死路啊！穿过旷野的风，你慢些走，我
用沉默告诉你，我醉了酒。穿过旷野的风，你慢些走。我用沉默告诉你，我醉了酒。哇，好旷达的歌声，他的歌仿佛把我带到了大草原。那么近，那么近，连风都听不到，听不到。苏韵的声音搭配旋律带来的画面感，仿佛让人身临其境，太美妙了。苏韵竟能凭借一首歌，就让人对乌兰巴托心怀向往，精品，绝对是精品。乌兰巴托的夜，那么近，那么近，连云都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连云都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姐姐，你怎么又抄袭我的歌啊？苏韵肯定抄袭了，要不然苏曼怎么会知道后面的歌曲走向？苏韵，现在证据确凿，抄袭的事你承不承认？导师，我不认。苏韵，你别再狡辩，现在立刻给苏曼道歉，然后滚下舞台。是苏曼撒谎抄袭，要下舞台的人应该是他才对。还在嘴硬，真是死性不改。苏韵，你知道吗？这辈子我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生下你这个孽种。姐姐，妈妈和哥哥管教你，也是为了你好。知错能改，苏家还是会接纳你的。苏曼，你就想用这三言两语拿走我的作品吗？苏韵，你不承认自己抄袭，那你要如何解释苏曼能接唱这首歌？导师，乌兰巴托这个作品早在3年前我已经完成了创作构思，只是在今天完成了整曲的创作。而且苏曼抄袭，他并不知道我早在乌兰巴托已经唱过这首歌的主歌部分。什么？苏韵以前竟然唱过这首歌？苏韵，你说你3年前最先演唱过主歌部分，那应该有音频资料吧？是的，不过我暂时无法提供，因为当初回苏家时，我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给扔了。既然没有证据，我们怎么知道你所说的不是信口胡诌？姐姐，你怎么为了逃避罪责而胡编乱造呢？老师，虽然我现在拿不出证据，但当初跟我一起演唱的还有我以前乐队的队友，我可以联系我的前队友为我作证。糟了，我怎么忘了苏韵还组过乐队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已经走投无路，要想证明自己，只能联系他。什么乐队前队友啊？啊，我还能不知道你吗？苏韵，就你说的那些，那不就是一帮酒吧混子吗？他不是混混，我的前队友是顾彻。顾彻，是我知道的那个顾彻吗？天哪！苏韵竟然说她认识顾彻。顾彻？什么顾彻？谁知道你从哪儿找的骗子？顾彻，你说的是那个人气断层领先、乐坛新晋顶流顾彻？没错，顾彻就是我的前队友。顾彻很有名吗？我知道顾彻，近2年娱乐圈里边很火的一个歌星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顾彻以前有什么队友。行了，苏韵，你就别骗人了，你就是一个孤儿院长大的混混，你怎么可能会认识像顾彻那样的人物呢？苏韵，既然你说你认识顾彻，那你现在就联系他，让他为你作证，应该没问题吧？是的。苏韵这个贱人，她认识顾彻的事儿，之前怎么从来没有提起过？
如果苏月有顾彻当证人，那我可怎么办？打不通，这个号码不会是苏韵瞎编的吧？假的吧？还真有可能。说认识顾彻。如果苏韵真认识顾彻，那他来参加什么比赛啊？当年我为了回苏家，跟乐队队友们断了联系，难道顾彻现在还在生我的气？看来连上天都在帮着我苏娜。也是，顾彻现在这么红，怎么可能搭理苏月？姐姐，你就别再撒谎了，你根本就不认识顾彻，他怎么可能接通这部电话呢？不是这样的，顾彻真的是我的前队友，他刚刚肯定是有事情在忙，没听见电话。哪有这么巧？我之后一定会联系上他的。装，事到如今了还在装。苏月，你说你能要点脸吗？苏韵，你现在说谎真是越来越离谱了。顾哥，你的手机，刚才有一通电话打进，估计是诈骗电话。小韵，3年了，她终于舍得联系我了。我再联系他一次，只要顾彻接电话，他一定会为我证明的。姐姐，你别再骗人了。苏曼，你到底是在心虚什么？如果不是怕我联系到顾彻，你为什么要摔我手机？我哪有啊，姐姐，我只是在劝你迷途知返，只要你知错能改，苏家还是会接纳你的。苏月，既然你联系不上证人，那乌兰巴托的夜就不算什么。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以小韵的性格，她主动联系我，一定是遇到什么大事了。快派人去查苏韵，我要知道她现在什么情况。是。我不能放弃，既然顾彻联系不上，那我就想个别的办法，证明自己的实力。有了，有了！各位导师，我建议接下来的比赛由你们挑选题材，命题创作。命题创作，这个主意不错。确实，现场命题创作最能考验选手实力，也能避免抄袭的风波。我已经想到命题，用天气和心情作为主题来创作一首歌曲。前方导师应该也没有意见。比赛开始。苏韵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赢了我吗？不，你的创意都会被我抢先写出来。原创歌手大赛，好，帮我盯着现场。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。什么情况？顾哥，苏韵现在正在参加原创歌手大赛，但她妹妹买通了前方，现在一直控告她抄袭。苏韵抄袭？这怎么可能啊！顾哥，这个苏韵跟你关系很好吗？她是我最看重的人啊！顾哥，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推掉后面行程，带我去比赛现场。原创保护运行中。苏韵，让我来听听你又有了什么创意。苏曼，这次你没办法再靠读心抄袭了，暴露你真面目的时候到了。为什么我什么都听不到？我的读心术真的失灵了？不行，这场比赛不能再继续了。各位导师，比赛进行到现在，我和姐姐灵感已经消耗殆尽，我建议终止比赛，随后再进行加赛。我觉得有道理，那今天的比赛就到此为止吧。
等一下，我已经根据命题完成了创作。什么？这么短时间内，苏韵是怎么完成创作的？苏韵选手，既然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创作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接下来我要演唱的歌曲叫做《淋雨一直走》。淋雨一直走，这名字也太普通了吧？估计我这次不用出手，苏韵自会出手。哦，人都应该有梦，有梦就别怕痛。独立身在红谷地，雨泼进眼里看不清。独立身在红谷地，雨泼进眼里看不清。借技术狂飙，溅我一身。第一句旋律就这么抓，我肯定，这绝对是一首精品。这次是命题创作，苏韵现场写出的歌，难道说苏韵才是真正那个有才华的人？这不是脾气，是所谓志气。这种水准的歌是苏韵创作出来的？看来苏韵也不算是那么一无是处，还算有一些价值。要是以后她听话，倒是可以考虑培养一下。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灵，一直走，是一颗到死就会顺从。苏韵是什么怪物？为什么能去创作出这么多好歌？一直走，直到阳光就该落火。不应该有，梦就别怕痛。为什么偏偏这种时候读心术不管用？你前面盘旋的秃鹰，有背后撑伞的耳语。我果然没有看走眼，真正的乐坛紫微星，天籁少女就是苏韵。这叫真金不怕火炼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让我脸受伤也有戏，这不是脾气。你的亲人是我，你的天赋也是我的，你就是我的血肉。你能推我下悬崖，我能学会飞行，从不听谁的命令，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。太完美了！用淋雨映射出困境，强调梦想和直面挫折的勇气。苏韵，你是天才！这首歌不仅完全契合命题，且节奏、旋律都动人心扉，我认为无可挑剔。谢谢两位导师的认可，恭喜你成功演唱原创歌曲《淋雨一直走》，失而复得机缘将在5分钟后掉落。失而复得，会是什么失而复得呢？健康的身体，还是不该被偷走的歌？等一下，苏韵这首歌还是抄袭的。不车，原创歌手大赛在哪里举办？在1号演播厅。带路。苏曼，胡言乱语也该有个限度。如果这首歌是抄的，那你怎么不唱出来？你这首歌抄的不是我的，而是知名音乐创作人沈白前辈的。我，苏曼，沈白是所有人敬重的乐坛前辈，你确定这首歌是沈白老师的吗？实不相瞒，比赛开始之前，我就拜沈白前辈为师了。这首歌是他送给我的礼物。我本来想比赛结束之后就发行，没想到却正好契合命题，被苏韵提前唱出来了。苏曼，你在说什么鬼话？沈白是天音娱乐的股东，我们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他这次必须得帮我作证。好啊，苏韵，你连小曼即将发行的歌都敢唱，你还是不是人呢？我没有偷他的歌，是他在血口喷人。小曼怎么可能骗人？苏韵，你还没有出道，就敢对前辈的作品下手，人品如此低劣，我看苏家绝对不能留你。
你们不用留我和你们苏家也没有任何牵扯。但他说我抄袭沈白老师的歌，我不认。等等，苏曼，你说这首歌是沈白老师的作品，请拿证据出来。其实，沈白前辈就在现场。事实如何，请沈白前辈来到现场之后，自会见分晓。那就让我们有请沈白老师出场吧。什么前辈？我们天音娱乐在苏曼身上砸了1000万营销费，等他顺利出道，苏家还会出资3000万助他飞升，之后收益我们5-5分。但如果他现在塌房，一切可都没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个苏韵今天必须按下去。沈白老师，刚刚那首《淋雨一直走》是您的歌曲吗？没错，那是我的作品。没想到这首歌会被苏韵这个小辈抄走。沈白老师，您作为乐坛前辈，怎么能助纣为虐，帮着苏曼来污蔑我？住口！你这个逆女，亏我刚才一直还想栽培你，没想到你除了会弄虚作假，你什么都不会。沈白老师，您说这是您的歌，请您拿出证据。沈白老师，您说这是您的歌，请您拿出证据。证据之后会提交节目组，但你苏韵现在就得停赛。等你退赛之后，什么证据不证据，天音娱乐都能运作。沈白老师都亲自出面了，看来苏韵是个抄袭惯犯啊！哼，我刚刚竟然被苏韵给唬住了，这个苏韵真是恶心。不，你不可能有证据，分明是你跟苏曼沆瀣一气，故意来污蔑我。苏韵，沈白老师可是乐坛著名创作人，创作过的金曲不胜枚举，这样怎么可能污蔑你？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，这个苏韵手段卑劣，人品败坏，你们谁要支持他，那就是跟我沈白作对。各位导师，我不服，这首歌分明是我现场创作，他们不可能拿得出证据。苏韵，你不服也没用，沈白可是重量级前辈，业界不会有人为了你去得罪他的。苏韵，很遗憾，沈白老师的指控，我们必须慎重对待。赵坤老师，苏韵，沈白老师都发话了，你怎么还有脸待在舞台上？赶紧给我滚下去！苏韵，我沈白现在就可以宣布，这华语乐坛容不下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重活一世，努力这么久，最终还要落得个无名缠身的下场。沈白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沈白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真以为你一个人就能代表整个华语乐坛吗？失而复得，机缘奖励已发放。
天哪，顾彻，这可是乐坛新晋歌王，人气爆棚的顶流顾彻啊！顾彻怎么会来原创歌手比赛现场啊？之前完全没有说他要来啊！顾彻，他的出场费可是高达500万1小时，他怎么会空降比赛现场？看来我们分道扬镳后，你过得不是很好，都沦落到这种地步了。娱乐圈的顶流歌王顾彻，看来真的跟苏韵认识啊？这怎么可能？苏韵不是在孤儿院长大吗？她怎么会认识这种人物？阿彻，你怎么来了？没想到系统失而复得机缘，竟然促使顾彻来到了现场。我还以为他这辈子都不愿意再见我。我再不来，你被沈白这老家伙泼上的脏水，不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吗？顾彻，你什么意思？顾彻，你来这里是为了支持苏韵吗？当然，我今天到这儿，将以我个人名誉担保，苏韵才华出众，绝不可能，也绝不会抄袭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沈白污蔑他？显而易见。哇，这可是顾彻啊！他竟然为了苏韵跟沈白正面打擂台。可是苏家人不是说苏韵根本没学过音乐，就可能会创作吗？但顾彻这种地位，更不可能说谎啊！这怎么回事？以顾彻的地位，我们苏家都很难接触到，苏韵是怎么打扰他的？该死，顾彻之前不是没有接苏韵电话吗？现在怎么忽然到了现场？顾彻，你凭什么说苏韵不可能会抄袭？就凭我顾彻3年前出道时，我的成名曲《裹着心的光》就是苏韵和我一起创作的，她的才华我最清楚。顾彻，你的那首《裹着心的光》是这几年最火爆的歌曲，作曲人署名中，除了你之外，只有一个叫小云的神秘创作者。我记得这个小云，当初业内所有人疯狂在打听他的消息，却全都石沉大海。你的意思，你想说苏韵就是小云？没错，我就是那个从未露面过的创作者小云。小云就是苏韵。我记得苏韵之前说，她回家前已经小有名气，原本就快要出道了。难道她没有撒谎，说的都是真的？这不可能！苏韵一直在抄小曼的作品，她怎么可能会创作呢？可是顾彻为什么要帮助苏韵一起说谎？妈，反正小曼是不可能说谎的。谁知道苏韵搭上顾彻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？再说，苏韵这种酒吧混子，不就很擅长那种趋炎附势的吗？说得对，小曼从小乖巧懂事，是不可能去污蔑苏韵。苏韵这逆女，行事手段真是龌龊。顾彻，你的乐队成员之前曾亲口说过，小云已经不在了，可你现在忽然又说小云就是苏韵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苏韵，就由你来回答吧。说小云不在了，是因为当初我不顾乐队队员的劝阻，执意要离开乐队，并且跟他们说，就当原来那个小云已经死了吧。这说不通呀！顾彻的乐队在全国属于顶尖水平，就这么决绝的退出了？还不是因为他那些18年未曾谋面的家人，一相认就不分青红皂白，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，不允许他跟我们往来。怎么可能啊！我们苏家的人连你和苏韵怎么认识的我们都不知道啊！我们怎么可能阻止你们来往？没错，3年前我们已经找人调查过，苏韵以前认识的人都是一些不三不四、乱七八糟的酒吧混混。我们作为他的父母，不让他跟那些狐朋狗友交往，这也是对他好。我说顾彻，苏韵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出面为他洗白？
你们的口中所说的不三不四、乱七八糟的狐朋狗友，我顾彻就是其中之一。啊？这怎么可能？这苏韵3年前回苏家，而3年前正是顾彻出道的年份。如果苏韵回家是在顾彻出道前一晚，那时间上完全对得上。对呀，那时候顾彻还不是大明星，只是个民间乐队主唱，可能真是苏家人有眼无珠，把人家当成小混混了。我顾彻出道3年，成名前在哪里驻唱过，全都是有合约流水记录的。我们光明正大的表演，靠着一首首原创歌曲，慢慢打出名声。怎么这些光明正大的事，在你们苏家人嘴里就那么不堪？这不对，调查机构给我们的证明资料，明明写的是他苏韵日常交往的人都是那些不务正业的无业游民。那你们苏家人好好想一想，那些报告到底谁给你们的？对方为什么要骗你们呢？糟了，我当初买通调查机构，让他们伪造苏韵情况的事，绝不能被发现。这场比赛之后，我得赶紧找他们封口。我说顾彻，就算你说再多，苏韵抄袭沈白老师，那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苏韵抄袭，你们对苏韵的才华根本一无所知。阿彻，我当初一定要离开乐队。你不是说，只要我走了，我们之间就不会再有任何关系？你不会再理我了吗？现在为什么会回头帮我？我拿多年情谊威胁你，不过是看出苏家根本不在意你，想尝试把你拉出狼窟而已。但后来我明白了，你自有渴望亲情。那时候，苏家人就算要你的命，你恐怕也会答应他们。是我错了。不属于我的东西，我就不应该去强求。过去的事不说了，我今天过来，就是容不下那些颠倒是非、混淆视听的肮脏手段。既然你们都质疑苏韵的实力，那我就和苏韵一起合唱一首我们原本要发行的曲目，来证明她的实力。请注意，新任务已颁发，完成原创歌曲合唱任务，可获得真相揭露奖励。真相揭露，不知道是我没有抄袭的真相，还是苏曼一直在抄袭我的真相，还是苏家人一直冤枉我的真相。开始吧。梦中人，熟悉的脸孔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。
苏韵，不撤，苏韵。恭喜你完成原创歌曲合唱任务，真相揭露奖励即将颁发。不撤，苏韵，不撤，苏韵。记住，这首神话是苏韵个人原创的曲目，歌曲的作词和作曲，整个过程的文档记录，我都保留着。现在，我看还有谁敢质疑他是抄袭的？这份文件时间命名十分清晰，《神话》这首歌的确是苏韵3年前创作的，无疑。怎么办？这次我不能再说苏韵抄袭了。难道我要输给苏韵？不，如果我输了，天音娱乐一定会放弃我的。我不能输。快！你快去让前锋前辈发话，就说顾彻以歌王身份帮助苏韵，这不公平，不能算成绩。知道了。前锋前辈，苏曼说，我之前只是答应过天音娱乐，在必要的时候帮苏曼打压苏韵，现在他两嘴一张，就想要我得罪顾彻。告诉苏曼，休想！苏曼。后面的事，前方不会再管了。他不管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不会就这么输掉的。爸妈和哥哥我会帮我的，还有沈白。现在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他也会帮我的。再加上我的读心术，这一局我未必会输。真相揭露，奖励发放中。顾彻，你演唱之前说这首歌本来是你们的出道作品，那你的意思是，3年前本来你是要和苏韵一起出道的？没错，这原本就是我们2个发起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苏韵3年前被苏家丢弃，好不容易有了家，还被苏家断送了前途。还真是这样，苏家一直在帮苏曼说话。他们好像确实不在意苏韵。苏凤，从现在情况来看，你们对苏曼和苏韵时有明显的态度差异。我现在很有理由怀疑你帮苏曼作证时所说情况是否属实。反正我只相信小曼。苏韵回家3年都表现得平平无奇，怎么可能只有一夕之间就成了什么创作才女？再说了，谁知道顾彻拿出的证据是否属实啊？都已经有证据证明，苏韵在回家之前本来就是有创作天赋，可你却对此视而不见。哼，由此可见，你的证词并不公允。如果连这种证词都采信的话，这个节目的规则基本可以作废了。不过现在更应该解释抄袭的是他，沈白。沈白已经为我作证，现在就算想反悔也来不及。苏韵抄袭这件事，他必须咬死不松口。我该说的话前面都说过了。是吗，沈白老师？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我们要为自己说的每句话负责任。若你坚持说苏韵抄袭，我下了这个舞台立刻起诉。到时候我看你拿不拿得出证据。顾彻，要不这件事我们私下聊。这有什么可私聊的？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坚持说苏韵抄袭，咱们法院见；二，承认自己和苏曼沆瀣一气，当众给苏韵道歉。我们怎么可能诬陷苏韵？沈白老师当然有证据啊，你说对不对啊？沈白老师，证据又不是不能伪造，只要现在咬死不松口，到时候搅浑一滩水，观众相信谁可不一定。沈白前辈，你确定要和苏曼同流合污吗？一个谎言
往往要无数个谎言来圆，与其一败涂地，不如及时止损。沈白老师，够了，苏婉，住口！要不是你威逼利诱，我怎么会拿我的名誉去替你撑腰？现在事情败露，我这一生的名誉啊，都要毁于一旦了。你还诱惑我，一错再错。沈白老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明白。沈白老师，你的意思是，你帮助苏曼指控苏韵抄袭的事情，并不属实？不错，林雨一直走这首歌是苏韵自己的原创，并没有抄袭我，我只是受小人的迷惑，一念之差，这才做了伪证啊！一念之差，沈白前辈，你知不知道，就因为你这一念之差促成的以势压人，容易毁了一个人的一生。是，这件事儿我大错特错，现在郑重向你道歉，对不起，以后我会引以为戒，尊重每一位创作者的心血。沈白承认了，苏韵没有抄袭他是被苏曼威逼利诱啊！没想到苏曼竟是这种人，从小被苏家教养到大，已经占尽便宜了，还在欺负苏韵，真不是东西，太恶心了！参赛选手苏曼在比赛过程中使用不正当竞争手段，故意污蔑苏韵选手抄袭，按照比赛规定，应该取消比赛资格。两位导师，你们对此有什么异议吗？等一下，小曼心地善良，绝不可能故意污蔑苏韵的。对，这当中肯定是有误会的呀。小曼，你刚刚不是故意的，对吧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要是天一娱乐的人告诉我是姐姐抄袭的，我也不知道是假的。都这样了，还在狡辩。苏曼，你说你这次不是故意的，那在此之前你说苏韵的乌兰巴托的夜是抄袭你的作品时，你是不是有意污蔑呀？苏曼，我提醒你，顾彻是我以前的乐队队友，他手上能拿得出我们以前唱的录像证据。我没有污蔑姐姐，那首歌的确是我的作品。苏韵，虽然小曼诬陷他人，冤枉了你，但你抄袭小曼的作品，是你有错在先。你现在立马赶快给评委承认错误。没错，苏韵，按你爸说的做，否则我们家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们这么不明事理？原谅？我没有做错事情，我为什么需要你们的原谅？再说了，你们觉得现在我还会在意你们对我的态度吗？苏韵，别嘴硬，你不是整天都在追求我们的关注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是因为你，小曼失去了比赛资格，你也将会彻底永远失去我们这些亲人。我从来都没有拥有过，我害怕什么失去啊？我再说一遍，自始至终都是他苏曼在抄袭我。不必跟他们废话，既然苏曼不见棺材不掉泪，那我们就让他彻底无话可说。赵坤，打开我给你的文件，第2份答案。好的。根据视频资料显示，早在多年前，苏韵就演唱过《乌兰巴托的夜》主歌部分。苏曼，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回苏家，更不认识你。你说我抄袭，不是恶意污蔑是什么？这不是真的，这份证据肯定是 AI 造假的。苏韵，为了栽赃小曼，连伪造证据的事儿你都做得出来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伪造证据，你们可真能自欺欺人。我提醒过你们，视频是真是假是可以检验出来的，你们嘴硬也没用。这不可能！小曼是我一手带大的孩子，她从小就乖巧善良，这视频一定是假的。没错，大不了我们就检验一下音频，还我妹妹小曼一个清白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们检验这份音频，否则
我的谎言就会被彻底拆穿的。我必须把苏韵拉下水。姐姐，我知道我不小心误会了你，让你生了气。可你之前踢出加赛的时候，你就无凭无据的冤枉了我，说我现场原创的2首歌是抄的你的吗？啊，没错，他苏韵也污蔑过小曼抄袭，就算取消比赛资格，也得先取消苏韵的。是吗？号称苏曼原创的一路生花，拿得出比我更早的时间证据吗？姐姐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，为什么要闹得这么难看呢？谁跟你是一家人？苏曼，你这惺惺作态的样子真让人恶心。相信你这愚蠢演技更是有眼无珠。还有你们这帮又蠢又坏的一家人，都离我远一点，不要来沾边。苏韵，你竟敢公众辱骂家人，你还有没有教养啊？怎么被我说中了，恼羞成怒了？如果我说这2句就是没有教养的话，那你们当着所有人的面贬低责骂我的时候，比我没有教养1000倍、10000倍。苏韵，你简直是一条养不熟的毒蛇！爸妈，你们别说了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已经够难看的了。我也不想为自己再解释，我只想到此为止。不想解释？我看你是无法狡辩了吧？姐姐，我们再继续闹下去，爸爸妈妈和哥哥真的会伤心的。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，才愿意停止这场闹剧呢？苏曼，你别在我面前装可怜，我不吃这一套。你污蔑我的事情，我一定会追究到底。爸妈、哥哥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跟姐姐参加同一场比赛，我不该让姐姐生气，我是这个家多余的存在。我看我还是离开苏家吧。小曼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给我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心里永远只有你这一个妹妹。小曼，妈妈永远相信你。苏韵，你妹妹都不想追究了，你还在穷追不舍，你是不是想彻底把你妹妹毁了？明明是他做错事情，那你们之前罔顾事实指责我的时候，你们怎么就没有想过毁了我呢？你怎么能跟小曼一样？小曼从小就乖巧善良，你把她卷进抄袭风波里，你让她心里怎么想？怎么受得了？原来你们还是会在乎子女感受的呀！原本我以为你们这么对我，是因为我不够优秀，我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好。我以为让我自己变得更好，你们会改变对我的态度的。现在看来，就是个笑话。苏韵，你少在这说这说那了！你现在就告诉大家伙，小曼没有抄袭你的作品，对不对？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不是什么废物，也看到了苏曼抄袭我的证据，可你们却选择视而不见，还是一味的担心苏曼，这也太可笑了！够了！你妹妹从来都没想要害你，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你们苏家人的狠毒程度真是让我开了眼了。苏韵从小丢失，这难道不是你们的责任吗？她长大回家，你们不仅不想着弥补，还加剧她的苦难，你们还有人性吗？好了，
家都别吵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让你们产生隔阂，我是家里面的绊脚石。要是没有我，苏家也不会闹成这样。我就不该存在于这个世上。小曼，你怎么能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呢？你是妈妈一手带大的，我不允许你这样看清自己。至于苏韵，我们不要再理她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这装啊！赶紧给我起来！救护车，快叫救护车！你们是苏韵的父母，你们怎么回事？自己的女儿得了绝症，你们怎么到这个时候才露面？怎么到这个时候才露面？什么？绝症？你还这么年轻，怎么会？你胡说什么呢？这丫头身体好得很，怎么可能得绝症？检查结果清清楚楚，你们自己看。我们是正规3甲医院，绝不会弄虚作假。恶性肿瘤，苏韵，她真的得病了？苏韵在我这儿看病已经1年了，你们竟然连她得病都不知道，你们当家长的对她也太不上心了吧？苏韵竟然得病1年了，那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是啊，这么大的事，她怎么都不对我们说？她如果跟我们说了，我们就根本就不可能不管她。不，苏韵好像说过，我记得是去年苏韵20岁生日的那天。爸妈，这件礼服是哥哥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哎，我们家小曼穿什么都好看。这次你哥的眼光还真不错。爸，妈，你来做什么？妈，我今天去医院，医生说我得了绝症。苏韵，今天是小曼的生日，你就算再想找存在感，也没有必要编一个这么晦气的理由吧？哥，今天也是我的生日，我怎么可能会开这种玩笑啊？姐，你平时身体那么好，连感冒都少有，不像我，从小体弱多病，让父母操碎了心。这种吓人的病，要得也该是我得，怎么会落到你头上？哎，小曼啊，你可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啊！爸妈悉心把你养大，那就是要让你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的。就是啊，小曼，别理这苏韵丫头，她为了博关注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苏韵，回你房间去，看你妈！那天，苏玉说她得病了那事儿，难道是真的？医生，就算姐姐没有跟我们说清楚，这种情况作为医院难道不应该通知病人家属吗？哎，这1年我可没少联系你们，我都不知道被你们挂断多少次电话。你这小姑娘现在倒还快起我来了。
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是苏韵小姐家属吗？我是她的主治医师。谁呀？没回话就挂电话。哼，还不是你那个废物亲女儿？她现在为了争宠，竟然学会伙同医生装病了。这个不孝女，也不知道是我造了什么孽，摊上这么一个不省心的女儿。我以前一直以为她是骗我的。虎毒尚且不食子，苏韵回家时，青春年少年华正好，这才短短3年，就被你们折磨成这副模样。你们这群人跟杀人凶手有什么区别？顾彻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？苏韵是我女儿，我们以前是不知道她得病了，现在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又不是不管她。我用不着你们管。姐姐，我们都已经知道你生病了，爸妈已经很伤心了，你就不要再说气话，惹他们难过了，好吗？让我一个病人体谅你们健康人的感受。苏曼，你真的以为你这么做很懂事吗？这只会暴露你们一家人是毫无人性、无情无义的败类。苏韵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仗着自己生病就可以在这里口无遮拦。小曼只是希望家庭和睦而已，你的思想怎么可以这么恶劣？对，我就是思想恶劣。我看到你们一家子我就心烦。我如果能少看你们几眼，说不定还能多活点时间，行了吗？苏韵，如果你一定是这种态度，那就别怪我们不留情面了啊！咱们之间还有什么情面吗？需要我再强调一遍吗？我们之间已经断绝关系，从今往后两不相干。好你个苏韵啊！这3年我就算养个阿猫阿狗，他也知道对我摇尾巴。你这个逆女，我这3年我都白养你了。你养我？这3年来，我吃的喝的都是我自己以前赚的钱。你们什么时候养过我？苏韵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么说就不对了。你住在苏家，吃的、喝的、花销的，可都是苏家的。翻脸可就不认人了你。那就劳烦您回去查查账单，看看你们什么时候给过我花销。姐姐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又何必在这锱铢必较？够了！你们还记不记得苏韵现在是病人？这种情况下，你们还要跟她争执？你们还是人吗？顾彻，我不管你在娱乐圈混得有多厉害，现在我苏家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。你错了，在这里，你们苏家人才是外人。医生，麻烦你帮我把这几个人赶出去，他们在这儿太妨碍我休息了。几位，请离开病房，给病人休息的空间。行，苏韵，你现在让我们走，以后就别指望我们回来。你只要自己不后悔就行。放心，我巴不得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不再看见你。我们走。苏小姐，顾先生，有需要随时找我。好，谢谢医生。生病了，都不知道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。我也不是没有想过，但是我又想，我离开了乐队，你们也都有了新的生活，而且发展的都很好，那我何必拿这种不开心的事情去给你们徒增困扰呢？增加困扰？什么叫增加困扰啊？苏韵，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么无情无义的人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，索性已经治不好了，我为什么还要让你这么难受？那说不定
说不定我能找到治好你的医生呢。我的主治医生已经是全国最顶尖的了，我知道，没用的。对不起，明知道苏家不会善待你的，我不该和你赌气，我该早点来找你的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不过，我很想知道，你今天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比赛现场？其实这3年，我一直在等你的消息。我知道，你一定不会一直沉寂的。既然接了你的未接来电，我就知道肯定会有事。那唯一可能性，所以赶来了。你没有想到，比赛现场会是这个样子吧？是啊，我原本以为你一出手必定大杀四方，可没想到，昔日的创作天才被一群野狗敲骨稀碎。是我太丢脸了，我连我自己的作品我都没有保护好，我还被苏麦弄得这么难看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苏家丧尽天良。我也没想到，这世上居然有如此丧尽天良的人。没事，我已经不在乎他们了，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一定会好的，我会帮你找最好的医生，一定会没事的。阿彻，我有点困了。好，那你休息，随时联系我。好。系统，你还在吗？系统，我不是成功续命1年了吗？为什么还会晕倒？宿主放心，晕倒只是为了真相揭露，你的身体没有问题。那以后我还有继续续命的机会吗？只要宿主持续创作，你就有机会不断续命，病症也将自动痊愈。太好了，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。宿主，现在是否开启新任务？开启。新任务已发放，创作原创作品苏曼读心术将逆转为被读心。苏曼被读心，那他做的那些坏事都会彻底暴露了。这个任务我一定要完成。虽然我现在还处于黑暗，但我相信下一个天亮很快就要到来。那就创作一首名为《下一个天亮》的歌曲吧。恭喜宿主完成原创作品《下一个天亮》，苏曼即将被读心，读取新生人苏风。苏曼，你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。苏韵这个逆女，今天真是气死我了。原本我听到她生病，我心里还挺难受的，可是她后来说那些话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这每个人呐，有每个人的运势。苏韵得了绝症，是她福薄，跟咱家的缘分太浅了。你们啊，
也不要太难过了。难受，这个死，就算真的死，我也不会为他掉一滴眼泪。哥哥，姐姐虽然不喜欢我，但我把她当成家人了，别说了。小妈，你就是太心善了。他今天的比赛现场那么过分，还替他说话。小妈，你就是太心善了。他今天的比赛现场那么过分，还替他说话。毕竟她是爸爸妈妈的亲生女儿，我只是个养女，让姐姐也没什么的。小曼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我们都知道你从小就懂事，但在妈妈心里呀，你才是那个最重要的。妈妈只希望你快乐。妈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已经很幸福了。我要做苏家唯一的女儿，这样我才会快乐。什么？你哥，放心吧。最近呢，我会经常去看姐姐，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我绝不能让家里人再去看苏韵，以防他们和苏韵之间感情加深。怎么回事？小曼明明没招嘴，我却听到了她的声音。难道我听到的是她的心声？小曼的真实想法其实是不想让我们跟苏韵接触。哈，小曼，哥之前就告诉过你，我只有你这一个妹妹，哥心里当然只在意你。小曼，你完全可以把真实想法说出来，你才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妹妹，当然最在意你了。谢谢哥。哼，这个傻子，我说什么他都信，我想要什么他都给，真是太好利用了。这种出手大方的冤大头，我才不要分享给苏韵。什么？哥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小曼对我的感情竟然是利用，这怎么可能？对了，哥哥，今天顾彻为了给姐姐作证，拿出姐姐以前唱歌的视频，我真的不知道那视频是怎么回事，我没有撒谎，姐姐的歌真的是我的原创。以顾彻今时今日的地位，制造一份假视频很简单。小曼，你放心，我们都相信你。是啊，小曼，待会儿呢，哥哥就给节目组打个电话，要求验证顾彻那份证据是否真假。哥，我求你了，不要再追究了好吗？为什么？姐姐现在已经重病，正是脆弱的时候。要是我们还追究比赛的事情，我怕她真的会出事啊。顾彻那份视频证据，我绝不能让他们验证，否则我污蔑苏韵抄袭的事不就瞒不住了。可是小曼，这样也太委屈你了。没事的，妈妈，只要你们相信我，其他人怎么说我不在乎。别人就算骂我，也暂时没办法拿我怎么样。只要哄住这些苏家人，让他们给我砸钱营销，现实这些抄袭传闻，以后总能洗白的。苏曼，哥，怎么了？不，这个证据到底是真是假，我一定要查清楚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不要再追究了。我和姐姐毕竟是一家人，就算抄袭我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有关系，当然有关系。这件事儿一定一查到底。哥，我很在意姐姐的身体，你要执意这么做的话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这蠢货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不听话了？你生气？该生气的应该是我才对吧，苏曼？你说苏韵抄袭你的作品，你说实话，你之所以不让我调查证据，是不是很心虚？哥，你怎么会这样看我？你不是说你会相信我吗？难道你是在骗我？烦死了！他今天比赛时不是很听话吗？现在捣什么乱？苏曼，从小到大，我宠着你，惯着你，什么事情都顺着你，我到底哪一点对不起你？你拿我当傻子耍！苏风，你发什么疯？小曼，你别伤心，妈替你教训他。妈，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，惹哥哥生气了呀？苏风，你妹妹今天参加比赛，
被苏韵和顾彻联手设计针对，他今天已经够委屈的了，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伤害他？苏风，还不赶快道歉，哄哄你妹妹。错了，错了，全都错了。我视如珍宝的妹妹苏曼，竟然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。那苏韵今天说的话都是真的。爸妈，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，如果顾彻的证据是真的，那苏曼是不是就在陷害苏韵啊？苏芳，小曼才是从小跟你长大的妹妹，你怎么能不向着她，而向着外人呢？爸妈，小曼是否清白？顾彻那份视频证据，一验便知。我知道了，哥，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一个卑鄙的，会在比赛的时候诬陷你的人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爱哥哥，我就离开苏家。我都这么说了，应该能把苏风骗过去吧？这次如果他来哄我，我一定要狠狠地宰他一笔才能放过他。哎，小曼，苏风，小曼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，她什么样的人品，我们是最清楚的，你怎么能不相信她？是啊，她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，她想要的东西，我们能不清楚吗？所以她说什么，我们就相信什么，以至于她说苏韵抄她的作品，都会站在她这一边，责骂苏韵。我就知道，只要我说要离开苏家，苏风绝对会服软。这一招真是屡试不爽。是，苏韵回来后，只要苏曼哭诉说要离开，全家人都会哄她开心，甚至刻意责骂苏韵，只为让苏曼知道我们仍然在意她。可没想到这一切都是苏曼故意的。哥，你怎么这样看着我？节目组吗？我是苏风，我要求公开证实顾彻提供的视频证据是否为真实。不可以！苏曼，你害怕了？苏韵没有抄袭你的作品，对不对？你是在故意陷害他，对不对？哥，你怎么能这样看我？我只是不想姐姐受到伤害，我不想这件事情去打扰她。苏韵当然没有抄袭，她的天赋强得可怕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要用尽手段讲讲她的作品，把她彻底踩在泥里。苏韵才是真正的天才创作者，可这3年，我们不仅没有发现，还一直在骂他废物。苏曼，我只是看错你了。苏芳，你发什么神经？今天让你生气的是苏韵，你怎么能把火撒在小曼身上？小风，你要是心情不好，可以自己房间待着去。原来苏韵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吗？我们是她的家人，可是只要苏曼不开心，所有的攻击都会落在她身上。不，甚至有时候她还会挨打。我得想个办法，让爸妈更心疼我才行。爸妈，我头好疼啊！哎呀，小曼，你怎么突然头疼了？快坐下，快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，好好休息。头痛？这头痛啊，就是被气的。老伴们，你放心啊，爸爸和妈妈永远是你最强大的后盾。如果是以前，我一定会和爸妈一样，为苏曼头痛而心急，根本看不出来她是肿的。难怪苏韵会对我们失望，原来这么荒谬。苏曼一句头疼，大家都会担心不已，可苏韵得了绝症，甚至都没有对她关心过半句。宿主，苏风已看清苏曼真面目，是否继续创作歌曲，增加可读取苏曼心声的对象？当然，我要继续创作。虽然我不打算再回苏家，但作恶的人理应得到相应的处罚。我还真有些怀念当初和乐队伙伴在一起的日子了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就叫做我怀念的吧。恭喜宿主完成原创作品《我怀念的》，苏曼即将被读心，读取新生人赵兰。小苏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
好多了，谢谢妈。我的小苏，你真是受委屈了。老苏，你看能不能找人调查一下苏韵和那个顾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顾彻现在的商业价值非常的惊人，苏韵有顾彻做靠山，将来我们的小曼要是再受委屈了怎么办？妈，真的不用了，姐姐现在生了重病，我相信他们不会再针对我了。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苏韵现在是没有时间针对你，但是那个顾彻，他连视频证明都能作假，他要是哪天再发疯了，我们不得不防啊！真的不用了，妈妈，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我最近去找姐姐的时候，会跟她好好聊聊的。好吧。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去查苏韵和顾彻的事。如果查苏韵和顾彻，他们就可能会发现，苏韵回家前和顾彻组的乐队就已经小有名气了，拿过不少奖项。3年前，我买通调查机构的人，做了假资料，让他们说苏韵是酒吧后门，来往的人都是无业游民。这件事绝对不能被发现。苏曼，你，妈妈，怎么了？我妈这反应，难道是？保险起见，我得去找当年的调查机构，砸钱封了他们的口，这样以后有什么事也牵连不到我身上。比赛前，为了买通前方，我就砸了不少存款进去，已经快没钱了。我得想个办法，再从家里捞点钱出来。妈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乐坛的前方前辈不是最近要过生日吗？他之前说了，明确要提醒我的。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给他送份大礼啊？送，必须要送，不但要送，还得送重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听说前方前辈最近看上了一幅300多万的古画，爸，这会不会有点太贵重了呀？300多万，确实有点贵啊。不过为了我们家小曼的星途，这点钱花了就花了。妈，你，妈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小曼要300万是为了前途铺路，她又不是去干什么歪门邪道的事儿，你打孩子干什么你？妈，别刀子进舌。你也听到了？嘘，我也听到了他的心声。我们总得搞清楚，还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。为了这300万，你至于下这么狠的手吗？你看把孩子给打的。我忽然觉得不对劲。3年前，我们刚得到苏韵消息的时候，是苏曼找人调查的她的情况。今天比赛，顾彻所说的情况，为什么和机构调查的情况完全不符？赵兰怎么也突然怀疑我了？难道是我刚刚不让他查苏韵和顾彻，这个行为太刻意了？不行，我得换个思路，把问题往顾彻身上引。妈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3年了，顾彻都被包装成了大明星，他过往肯定烟消云散了。至于他跟姐姐过去什么样子，那也只能他们2个自己知道。他撒谎的竟然如此结实。苏曼的苏曼，我这是养了条毒蛇呀！你说说你，啊，赵兰，就因为这点事儿，你看你把孩子给打的，啊，那顾彻有问题，这件事儿还用想吗？我说你们母子俩今天怎么了？啊，一个个的接二连三的内讧啊！爸呀，现在还在吃着的恐怕只有你了。调查机构的事儿始终是个隐患。那300万，我还是得想办法弄到手，去砸钱封口。爸，要不咱们别花那300万了，我可以不当歌星的。只是我唯一担心的是，要是我不能出道的话，会不会影响以后的联姻啊？花，必须花！这个豪门张氏集团的张总，他早就想娶个明星太太，为家族企业做宣传啊！
因为你是这个国际顶尖音乐学院的高材生，这个张总啊非常看好你。你放心，爸一定会帮你出道。苏曼只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这么明显的口是心非，以前的我真是眼光细小，看不出来。谢谢爸。说起来啊，我之所以能考上国际音乐学院，还多亏了苏韵。宿主赵兰、苏峰均已看清苏曼真面目，是否继续创作歌曲，增加可读取苏曼心声的对象？当然，现在只剩下苏渊了吧？这次我一定要让他看清苏曼的真面目。这首歌之后，迎接我的将是一片海阔天空。这首歌就叫做《海阔天空》。苏曼，你我的恩怨该画下一个句号了。小曼，爸爸愿意为你花钱啊！你考上这个国际音乐学院，那是多少音乐生的终极梦想啊！国际音乐学院的确不是那么容易考的。当初我要不是偷了苏韵的作曲本，还真没办法应付那场考试呢。真是想不明白，苏韵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家伙，怎么那么有天赋，创作出来的曲子首首精品。这小曼，你说你考这个……爸，你也听到了，不要打草惊蛇啊！爸，我考音乐学院时很顺利啊。哦，你考上这个国际音乐学院，那也是我们苏家的荣耀啊！啊，对了，我认识一个广告商啊，他听说你是这所学校的学生，他打算找你写2首新歌，答应他1周之内给他，没什么问题吧？2首歌，写歌？我又不是苏韵那个怪物，随随便便就能写出歌来。之前从他那里偷的歌都用得差不多了，哪里还有新歌给他？爸，今天参加完比赛，我的头就开始疼了，估计是灵感破坏的厉害，估计最近都写不了歌了。啊，那你说需要多少时间？这苏韵已经快死了，我以后想偷歌怕是没机会，不如先拖着，大不了之后把责任推给苏韵，就说因为他这次参加比赛受了刺激，再也写不了歌了。爸妈哥哥，你们好奇怪啊。苏曼，我问你，苏韵得病的事儿，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呀。我当然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。当初我还担心你们会因为他生病，把所有的功绩放在他身上，没想到你们被我洗脑的这么彻底，连苏韵拿出来的化验单都不相信，我真是太厉害了。你妈，苏韵，我可怜的孩子。怎么，这就心疼上苏韵了？是因为她是亲女儿，所以即使你们认为她是骗子，一无是处，她要是死时，你们还会伤心是吗？这就是我费尽心思跟苏韵参加同一场比赛，要把她钉死在抄袭的耻辱柱上的原因。我不允许她死了你们怀念她，我要让她带着污名离去，我要你们提起她只有厌弃。哎呀，但是为什么我费了这么大的功夫，你们现在还会为她流泪？爸，你为什么打我？我为什么打你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啊！你偷窃了苏韵的作品，考上国际音乐学院，你好毒的心啊你！爸，你在
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怎么回事？苏月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？让我来！你这个一线小人，你只不过是个孤儿，是我们苏家把你拉扯长大，你竟然恩将仇报，买通调查机构来诬陷我们亲生女儿，你这个白眼狼！什么？这件事怎么会暴露？不，我绝不能承认，一旦承认我就完了。我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呢？我从小到大都是最听话的呀，你是知道的呀，妈妈。闭嘴吧！哼，你表里不一，阳奉阴违，仗着我们全家的信任，欺瞒我全家，让我的亲妹妹白白受苦3年。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更恶毒的人了。哥，你说的这种事情，我怎么可能去做吗？你们是不是听到别人说什么了？苏妈，看看，多委屈的脸啊，多可怜的表情啊！你可真能装哦！如果不是我听到了你的心声，我这辈子都不敢相信我从小带到大的妹妹，居然是这样一个魔鬼！心声，你们没错，你坑害苏韵的整个过程我们都听到了，现在还想狡辩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心声为什么会被泄露？以前都是我能听到苏韵的心声，正因为这样，我才能一直偷她的作品。我不能想这件事情。你竟然靠偷听心声来偷苏韵的歌，苏曼呐，你身为养女，你占了我亲生女儿18年的位置，从小娇生惯养长大，你不仅偷了她的亲情，还有她的家庭，你现在连她的天赋也要侵占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想，你们什么都听不到。苏曼，你这个天生的坏种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我打！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苏家看来是容不下我了，我得找人求救。张氏的董事长很欣赏我，我找他求救。我的手机。想找张董事长求救是吗？做梦！你们不许听我的心声，不许！你这就受不了了，苏曼啊！你用这种方式残害我亲生女儿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手软过呀！我这……爸妈，哥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再也不跟姐姐抢了。我把我的衣服给姐姐，我把我的房间给姐姐，我把我的一切都给姐姐分享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们了，我求求你们了！什么叫你给她？这些原本就应该是苏韵的。苏妈，到现在了，你还妄想着和我妹妹分享一切是吧？你配吗？可是如果没有她，这一切本来就是我的。你到现在还在记恨她？我打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乱想了，我再也不敢乱想了，我再也不敢。苏妈，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，我都不会再相信了。小凤，把他给我关起来，哪儿都不许去。知道了，爸，走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爸。老苏。我们是真的太对不起苏韵了，这可是我的亲人，她竟然那么坚强独立，生长得那么优秀，可是我们和小凤却把她当成不务正业的混混，对她动辄打骂，从来都不听她的解释。都已经3年了，我们该怎么弥补她呢？爸妈，
我已经把苏曼关进房间了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他收买调查机构，考试作品作弊，收买评委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全部给我调查清楚，然后上交有关部门。我要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知道了。啊，对了，帮忙，我刚刚去了苏曼的房间，才想起来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苏韵回家3年，我们还不知道妹妹的房间在哪。爸妈，你们知道她的房间在哪吗？啊，我不知道啊，咱们对小韵真是太忽略了。我也没去过，但是我知道她住在地下室。什么？地下室？那是我们的亲女儿啊！啊，她怎么能住地下室呢？都怪我太宠爱苏曼了，她稍微一挑唆，我就把苏韵的房间给搬到地下室去了。妈妈，你看，我的书放在地下室的储物间里都发霉了，有时候想看书还要从2楼跑储物间去拿，好不方便啊。这简单，妈妈今天就让人把2楼的房间腾出来一间，专门给你当书房。之前是说过把2楼的房间给我当书房的，可是现在不是安排姐姐住进去了吗？苏韵不是还没来吗？那这样，2楼的房间我还给你做书房，等她来了，我让她去住地下室。谢谢妈。我知道，那地下室只有一个储藏室，一个小房间，那儿又潮湿又不透气，那屋根本不能住人呐。行了，爸妈，我们赶紧去看看吧。哎，快走！难道是小韵这3年就住在这种地方？老鼠！我竟然不知道地下室还有老鼠，这都3年了啊！这小韵怎么就不说一声啊？爸，其实小韵说过啊，只是当时我们根本不相信，也不相信。我们家小曼可真是太争气了啊！考上国际音乐学院啊！哈哈，哎，我最近走出去啊，那感觉脸上特别有光。可不是嘛！啊，我们家小曼既漂亮又有才华，那以后可是要当大明星的呀！苏韵，你来干什么？有什么事儿？哥，能给我换一个房间吗？我发现房间里面有老鼠。老鼠？我长这么大，可从来没有在家里看见过老鼠呀。不是我说苏韵啊，咱要撒谎就撒一个靠谱点，我们苏家怎么可能有老鼠？不是，哥，我房间里面它真的有的。你才回来几天呀，就开始挑3拣4的了。我们苏家的房间条件再差，不比你在孤儿院的条件好呀。妈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哎，行了，收起你那点小心思，滚回自己房间去。哎呀，3年了啊！我养了一条狼在身边，却对自己亲女儿的困境不闻不问。我枉为人父啊！我这么简陋的屋子，一天到晚连个光线都进不来，恐怕这个环境连孤儿院都不如啊！这床褥还是潮湿的，真不知道这3年小韵是怎么过来的。难怪每次见他的时候，
他都是脸色苍白，身形瘦弱，在这种地方住着，他身体怎么能好呀？小云的这次生病，那都是我们害的呀！从孤儿院飞出的天来少女苏韵，你们看，韵儿16岁的时候，凭着自己的努力就已经登上报纸。苏韵，我的亲生女儿，你这么优秀，这张报纸我为什么没有早点看到啊？等等，这张报纸，小韵拿给我们看过。爸妈，我有些话想跟你们说。什么事儿啊？爸，我想说，虽然我不是那么优秀，但我也不是什么废物，我有优点的。我以前还上过报纸呢。爸，你看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看报纸？你那些破烂我早就说让你扔了，怎么到现在还留着？爸，你不要撕啊！爸！你那些破烂玩意儿，不要让我再看到了！爸，我以前都做了些什么呀？我这是苏韵的存折。爸妈，这3年来，你们每个月给小韵多少生活费？为什么存折上面说的是她一直都在不断的支出3年前自己的积蓄呢？孩子们的生活费一向都是你管，你一个月给小韵多少钱啊？自从小曼和小峰成人之后，我直接给了他们银行的副卡，没有再单独给过生活费了。什么？也就是说这3年来，家里没给小韵1分钱啊？原来我对小韵竟然忽视到了这种程度，我算是什么母亲？这3年来，我根本就没有想起来过这件事情。其实有关花销的问题，今天在医院的时候，小韵有提起过，只是当时我们根本就不相信。好你个苏韵，这3年我就算养个阿猫阿狗，他也知道对我摇尾巴。你这个逆女，白养你3年我。这3年来，我吃的喝的都是我自己以前赚的钱，你们什么时候养过我？苏韵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你住在苏家，吃的喝的花销的可都是苏家的，翻脸就不认人了你了？那就劳烦您回去查查账单，看看你们什么时候给过我钱。姐姐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在这锱铢必较呢？我当时竟然说我白养他了，我是怎么有脸说的这个话的？我们怎么能这么残忍？这些事实明明只要来他这房间一趟就能够全部看到，况且这3年来他不断的跟我们解释，哪怕我们认真的听一次，我们也能够知道实情。可是我们
从一开始，我们的心就是骗的，对苏曼的偏爱，对苏韵的偏见，我们明知道我们做错了，我们竟然毫不在意。我原本一直以为不能太亲近苏韵，否则苏曼心里会难过。可我从来没有顾及过小韵心里面是不是难过。明明苏曼娇生惯养，可小韵连一件新衣服都不舍得买，我却对这些东西视而不见。我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呢？那苏韵这3年究竟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在苏家生活的？这是小韵的日记本。她说，没有人知道一个国是多么的渴慕亲情。小时候我最羡慕的事，就是每天上学放学时，周围每个同学都有父母接送，他们可以坐在父母车座后，而我却只能徒步奔走。下雨天他们头顶有父母撑起的伞，而我却只能浑身湿透。我和小曼从小到大都是车接车送，从来没有日晒雨淋过。小韵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呀？长大后，大家终于不需要父母接送了，但每次同龄人在抱怨父母唠叨时，我仍会默默的酸楚。我也好想感受一下被父母关心是什么滋味啊！本以为我这辈子注定无法拥有亲情，但没想到就在我18岁这一年，我收获了人生中最大的意外之喜。在苏韵心里，我们是她最大的人生惊喜。可是我们对她挑三拣四，嫌弃她不够优秀。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跟家人们相认。我最苦恼的事就是我的亲生父母非常不太支持我的梦想和事业，不知为什么，他们认为我和乐队队员们都是无业游民。我们乐队明明小有名气，在网上都能搜到的。当时甚至都没有好好跟小韵聊过。顾彻说，正常的父母不会连孩子的面都没见，就武断截断孩子的事业。我们已经快要出道了，如果我按父母说的退出乐团，那我多年努力创作的成果就白费了。顾彻说的没错，我们太不负责任，太自大，太冷漠了。但这是我从小就可盼的家人，为了和他们相认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梦想和事业先往后放一放吧，在我心里，什么都没有我的亲人们重要。而且我相信，以后我好好跟父母解释的话，他们应该会理解我的想法吧。我一定有机会继续追梦的。我的父母很不满意我，他们看不上我的学历，觉得我不会穿衣打扮，更嫌弃我不擅长社交。是的，我只会写歌唱歌，要不我就用歌曲来表达情感吧。我今天为妈妈写了一首歌，叫《鲁冰花》。鲁冰花居然是苏韵写的，我们一直以为是苏曼写的。我的歌竟然被苏曼唱出来了，我完全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拿走了我的作品。我拼命解释这是我的歌，可没人相信我，我很难过。苏曼刚开始就知道小韵很有创作天赋，自从小韵回到家的那一刻起，苏曼就像一条寄生虫一样，牢牢记在了小韵身上。是我们的错，但凡我们关心小韵一点，她都不会过得这么惨。苏曼考上了国际音乐学院，我很羡慕，我的梦想什么时候能再次重启呢？我不知道苏曼为什么能对我有这么大的恶意。我渴望父母亲情，他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拥有。我被迫中断梦想，他不用开口，父母全都支持。我一无所有，唯独只能靠创作能力，他也要夺走。小韵，我的女儿，出生回她时，我们对她满怀戒心，担心她穷人乍富，贪恋苏家的财产资源，我们自以为重要的东西，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在意过。小韵为了回家，连出道的机会都可以轻易放弃，她又怎么会在意那些身外之物啊？3年啊，3年了，我们竟然连这一点都没有认识到。他有一颗
冰晶般的玻璃心，我们非但没有珍惜，却还将它摔得粉碎。我生病了，我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但我真的很想他们，也想让世界再一次听到我的声音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参加原创歌手大赛。爸妈，我们现在可怎么做才能挽回妹妹的心啊？我愿意付出一切，钱、股权、资源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我要弥补这些年的过失。我也愿意，从今往后，他就是我最牵挂、最关心的人。老苏，你快给苏云打电话呀！喂，小韵啊，小韵，对不起，妈妈知道错了。这3年，我们一直在误会你。我不敢奢求你现在原谅我，但我想告诉你，我们以后会尽全力弥补你。小韵，你放心，苏曼的所作所为，我们一定会让她付出代价的。小月，对不起，哥哥知道错了。你愿意给哥哥一次弥补你的机会吗？哥哥真的知道错了，要不你过去打我一顿，骂我一顿都可以啊，小月。不用了，以前的事情我都不在乎了，往后，请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。恭喜宿主完成原创作品《追梦赤子心》，续命60年。